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9号在莫斯科向俄罗斯联邦会议发表年度国情咨文，这是普京作为俄罗斯国家元首第19次发表国情咨文。国情咨文内容涉及家庭发展、提高居民收入、人口增长以及应对制裁、俄乌冲突等。俄乌冲突刚刚步入第3年，俄罗斯大选也将于3月15号至17号举行。在此背景下，普京此次发布的国情咨文备受外界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向联邦会议发表的国情咨文，重点谈及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他表示，俄罗斯将尽一切努力以结束战斗行动，完成特别行动的所有任务。俄武装力量获得了巨大的战线上战争的经验，但是我们已经表达了不止一次的，我们将会采取一切的努力，让这个不是我们开始的战争能够尽早的结束。普京还透露了该国先进武器的研发进展。他强调，锆石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都已经投入实战，最新型可搭载核弹头的洲际导弹萨尔马特也已交付，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和波塞冬武器系统的测试工作即将完成。我们大家知道了，这个超声音的这个匕首这个火箭系统，不仅仅已经开始生产了，已经这个提供了给军队，而且已经开始使用了。还有在2018年的国情咨文里面，我们曾经根本就只字未提到的一个锆石号这个火箭，当时根本就没有提到，但是现在已经开始使用了。普京还表示，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处于全面准备状态。他还说，西方国家称俄罗斯打算在太空部署核武器是毫无根据的指责。他指责美国一边试图让俄方在战场遭到战略失败，一边称准备与俄方讨论战略安全问题，这是虚伪行为。我们现在正在继续做这个战略稳定方面的工作，但是大家要看清楚，我们的对方是谁，就是和我们直接敌对的这样的一个势力。我指的是美国，美国他公开的和我们敌对，而且要在战场上、在战略上击败俄罗斯，这是他们公开的说的。普京称，美国的行为造成欧洲安全体系被破坏，这对所有国家造成了风险。在此背景下，必须在可预见的未来，在欧亚地区打造平等的、安全不可分割的新安全框架。俄方将就这一话题与所有有意愿的国家和组织进行有针对性的对话。经济也是俄罗斯民众最关注的议题之一。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表示，俄罗斯经济增长速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俄罗斯将在未来几年内成为世界4大经济体之一。俄罗斯经济正在转型，转向基于技术和降低对资源的依赖。深圳卫视注意到，根据俄罗斯宪法，该国国家元首有向联邦会议发表关于国家局势、国内和外交政策主要方向年度信息的责任，这就是国情咨文。咨文具有建议性，不具法律效力，但近年来已具有立法倡议的性质。它们包括国家元首对政府的具体指示。整个2024年，俄罗斯国情咨文可以说有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从这个普京所做的这个2024年国情咨文，我们可以透视到整个普京下一轮执政的一些执政的方针和计划，以及对于整个俄罗斯国家发展的一些愿景。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2月29号在上海会见来访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一行。宋涛表示，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在坚持9·2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同中国国民党相向而行，共同推动两党关系和两岸关系向前发展。对民进党当局无视大陆渔民生命财产安全、伤害两岸同胞感情的恶劣行径，我们绝不容忍，绝不姑息。夏立言代表中国国民党对夏津海域被撞渔船遇难同胞表示哀悼，向家属表达慰问，表示将推动尽快查明真相，妥善处理善后。此前，大陆派出包括晋江红十字会秘书长和遇难者家属在内的代表团，与台湾海巡部门多次谈判，至今尚未达成共识。
29号，双方1天之内展开了2场协商。214恶性撞船事件发生后，遇难者家属代表团与台湾海巡部门在6天内进行了9次协商，仍无法取得共识。多家台媒报道称，29号上午9点，双方代表重返吴江饭店进行第10次闭门协商。50分钟后，陆方代表率先离场，海巡部门负责人许敬之随后则率相关人员直奔上楼，双方均面色凝重，对于是否签署书面文件和抚慰金问题并未回应。当天下午4点，第11次协商紧接着进行。据台媒报道，这场会议仅持续30多分钟，相较于上午、下午会议，陆方离场时表情和缓不少。台湾海巡部门的官员在陆方离场后，又就地开了超过2小时以上的内部会议。据消息人士透露，应该是针对双方讨论的内容跟上级汇报。至于侦办进度，金门地检署表示，目前案件积极侦查中，无可对外说明事项。岛内媒体27号曾披露，检方已确定2船有碰撞事实，因而全案朝过失致死罪方向侦办。报道称，此案是否有刑责仍未定，但台海巡部门躲不过民事赔偿。据报道，金门当地检方此前查扣大陆渔船与台海巡部门巡逻艇，在现场验船采集证据时发现，大陆渔船左舷下方有一处明显撞痕，用肉眼即可看到凹陷处，连艇上的铁栏杆都被撞到倾斜变形。另在台巡逻艇右舷下方也找到一处撞击点，这与台海巡部门此前声称大陆渔船因蛇形巨减而翻覆的说法有明显出入。外界质疑，如果是大陆渔船想驶离现场，直接回到厦门是最快的方式，何必蛇形巨减？而这次验船果然发现了碰撞痕迹，显示双方船只有碰撞，证实了过度执法的存在。至于是一次碰撞还是多次碰撞，尚待更多证据来厘清。另据岛内媒体此前透露，台海巡部门正在评估以书面致歉代替公开道歉，以保存颜面。但台海巡部门巡防组长廖云红29号强硬对媒体矢口否认，他宣称，目前客观证据显示，海巡人员无疏失责任，所以没有规划书面道歉。对于这番说辞，有岛内网友形容为拗把，也就是强词夺理的意思。还有人说，真相拿出来就可结案了，这样化简为繁，搞这么多天不累。外界注意到，一名台海巡部门匿名高层还宣称，目前金门海巡艇有16艘，如果不够用，将派其他区域的大船过来支援。在整个事件的一个舆论上，我们看到岛内民进党方面也是非常极端的采用这种所谓的反中民粹的操作，试图想把这样一个问题引向这样一种舆论的这种民意的一个对抗。在这个问题的善后上，也是做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没有诚意一直在试图去以拖待变。针对214恶性撞船事件善后事宜未达共识，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8号在例行发布会上称，现在问题的症结在于台方应尽快公布事实真相，严惩相关责任人，向遇难者家属道歉，满足遇难者家属合理诉求，给遇难者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交代。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半个月，民进党当局没有表达任何的歉意。在事件真相方面，民进党当局隐瞒、撒谎、误导、前后矛盾，试图掩盖真相、推卸责任。大陆方面保留采取一切措施的权利，一切后果由台湾承担。岛内不少人士也敦促台当局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不仅台海巡部门处理方式备受批评，台海洋事务主管机构负责人管碧玲也因不断发表错误言论遭到指责。事件发生后，在没能给遇难人员家属和两岸同胞交代的情况下，管碧玲先是同一些台湾政客一起炒作所谓越界问题。有关言论被大陆反击后，他发文称台海巡部门必须守护所谓限制水域，还搬出金门相亲作为挡箭牌，引发当地民众不满。此后，管碧玲又编造多个谎言，并宣称事件发生时未录像，被广泛质疑。今天你为什么被人家骂？你都不去检讨吗？不就是因为一开始那个危机发生之后的处理荒腔走板吗？一开始最早的时候要掩饰真相，你就是避重就轻，就是在怕嘛。然后最后追到最后，一个最简单的录影设备都没有，这个问题就是最严重的嘛。所以对岸才会讲说，你看你的录影设备，他们不相信没有录影设备，说不过去嘛。然后再来就是到现在为止不愿意道歉，所以难怪这个事情会越拖越久嘛。我觉得这个就是管碧玲的问题啦，你应该好好的反省，而不是一直看别人怎么讲你啊。多家台媒注意到，国台办28号点名批评管碧玲冷血。不仅对遇难者没有一句歉意、一句道歉，还对善后工作不断的设置障碍，
极为冷血，为人不齿。奉劝这位女士将心比心，停止继续伤害遇难者家属，给遇难者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交代。214恶性撞船事件持续延烧，新党主席吴承典29号下午赴台监察部门提交文件，要求弹劾台海洋事务主管机构负责人管碧玲和海巡部门负责人周梅武等人，谴责他们的行政怠惰和管教不当。吴承典说，这次事件因有台独意识的民进党政府领导介入，火上加油，才让此事闹到不可收拾。面对此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情理优先，死者为大，就会让整个事件降温。这个事情呢，不能把它政治化，这个事情呢，一定不能把它变成情绪化，变成两岸的这个对立。我们台湾跟大陆，我们是同文同种，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怎么可以对立到今天这个程度呢？